要开启中国神话第2季冥界篇了。在讲过中国神话的创世神话，在那一次的讲述之中，丢丢整整用了6个视频的篇幅，才侃侃讲完中国神话之中创世神话与三皇五帝的故事。可见中国神话是一个庞杂到无法建立体系的神话。由于中国人喜欢记录历史，神话人物大部分以历史人物为雏形作为衍生的。例如三皇五帝就是以部落或部落首领的名字来创作的神话。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，我们中华民族还有着楚国屈原记录的9个神话。在9个之中，东皇太一是至高的主神，而在山海经之中则以女娲帝群为主神。盘古开天的神话要等到三国时期，由徐峥所著的《三五历纪》之中才出现，比我们战国时期的山海经的雏形要晚了几百年。10几代人的时间差，使得中国神话的主神与助神的关系模糊不清，再加上道教、佛教、儒家思想对于神话的梳理与编纂，就连丢丢也没有办法梳理中国神话之中最主要的脉络。所幸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丢丢在这一季的中国神话之中以冥界篇为主题，以栾宝群先生的《门师谈鬼录》、马书田所编的《中国冥界诸神》、袁科先生的《中国神话传说词典》为主要的参考依据，来讲述中国古人如何解答最为关心的人死后会变成什么，死后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等问题。在中国神话创世篇之中，丢丢只讲述了那高大上的民族创业史。那么在三皇五帝之后，古代中国人最为关心的，除了自己活着的时候要好好的，同样有着奇思妙想的古先贤也关心人死后的问题。传说商朝人好鬼神，每逢有战事或国家大事，帝王都会去往祖陵或祭台，由祭司进行占卜。最为主流的占卜是将龟甲打磨抛光之后，由祭司投入紫金木点燃的火焰之中，以龟甲之上的裂痕来判断吉凶，并以吉凶来判断人们接下来该怎样行事。这里的占卜出的结果就是上天与鬼神们所给人的答案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一类的占卜之术逐渐的失传，变为了其他的形式。到了汉朝之时，帝王独尊儒术，圣人孔子不说鬼神，此时对于鬼神的解释之权落到了道家的手中。道家以老子的学说结合阴阳五行、乾坤八卦的思想，再加上古人对于天地自然的观测与想象，这才衍生出了三魂七魄的观念。而这个观念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，也是因为皇权与儒家选择的结果。咱们中国人向来敬拜祖先，因此还有了清明节和中元节这一类祭奠逝者的节日。在三魂七魄的观念未出现之前，不说鬼神的儒家一直无法解释大家到底在祭拜什么，直到三魂七魄的观念出现，才打破了这一僵局。三魂七魄到底是什么呢？三魂分别是指天魂胎光、地魂爽灵、人魂幽精。传说在人没有出生之前，人魂是由神明专司保管的。当人体形成之时，人魂就会进入到肉体之中，此时天地阴阳之精气也会形成人的魂魄，从而辅助人魂的成长。随着人本身的成长，天地人三魂也会有着同样的记忆、行为与性格。在传说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明太祖朱元璋有一次被一个冒失的太监吓了一大跳，于是命人将太监拖出去斩首。当时吓得这个太监是面无血色。在斩首之时，人们惊讶地发现，斩首台之下竟然有一个长得和太监一模一样的人在那里看热闹。在太监被斩首的前一刻，朱元璋又下旨赦免了这个太监。